大家好，我是大卫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我们将一起探索神奇的昆虫世界。本期的主角是蜻蜓。蜻蜓是大自然中的奇妙生物，它们的生活故事和行为举止总能让人惊叹。在这期视频中，我们将深入了解蜻蜓的世界，了解它们的生活习性、独特的特点，以及它们在生态系统中的重要作用。如果你对昆虫学、自然界或者只是对美丽的生物感兴趣，那么这期视频一定会让你着迷。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，点赞这个视频，以及分享给更多喜欢大自然的朋友。那么，让我们开始我们的蜻蜓探险之旅吧。通常我们说的蜻蜓属于蜻蜓目插翅亚目，也就是前后翅的大小、形状以及翅膀上的翅脉都是不同的。蜻蜓目菌翅亚目的昆虫就是我们常说的豆娘，我们将在今后的视频再探讨。蜻蜓能在很小的推力下翱翔，向前向后及左右两侧飞行，其翅的震动可以产生涡流而抬升躯体。研究蜻蜓的飞行机理对飞机的设计制造具有重要意义。蜻蜓翅的前缘由角质加厚形成的翅质，在飞行时其能消除翅膀的震颤。飞机设计师从蜻蜓的翅膀获得灵感，在飞机的机翼上增加了类似翅质的装置，解决了飞机在飞行中机翼发生剧烈震颤而折断的问题。蜻蜓生活在除南极洲以外的每个大陆上，主要分布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，从海平面到海拔3700米都能找到它们的踪迹。截止2023年，全世界已知的蜻蜓目共有39科，近7000种，包括插翅亚目和菌翅亚目。蜻蜓通常在稚虫、水虿栖息的湖泊、池塘、溪流或湿地附近活动。蜻蜓点水的行为实际是雌蜻蜓正在水面上产卵。蜻蜓一般捕食蚊子、摇蚊和其他小昆虫，例如苍蝇、蜜蜂、蝴蝶、蛾、蝉等。由于它们猎食害虫，故此被视为重要的益虫。其幼虫作为具有代表性的一类水生生物，可以对水环境污染进行监测。蜻蜓那大大的眼睛实际是由数千到3万个小眼组成的复眼。一般蜻蜓头部两侧的复眼是紧密相连或相连的，也有一些像春蜓科的复眼之间是明显不相连的。每个小眼都有自己的光感受器，可以感知周围的光线和运动。这些小眼让蜻蜓能够在飞行时快速捕捉到周围环境的变化，帮助它们找到猎物或避开危险。蜻蜓的复眼结构使它们在空中具有出色的视觉能力。复眼作为自然界中的一种复杂感知系统，对于改进和创新光学、感知和传感技术具有重要的仿生学价值。蜻蜓是典型的不完全变态昆虫，由稚虫蜕变至成虫的阶段中，不需经历结蛹的过程。它们一生只经历3个阶段：卵、稚虫及成虫。蜻蜓稚虫是水生的，但部分燕蜓稚虫能在无水的环境存活一段时间，而成虫则是具飞行能力的陆生昆虫。蜻蜓的卵会被置于植物内、枯木内或甚至干土中，又或被随意地掉在水面上，这视乎其种类而定。大多数温带地区的蜻蜓种类的卵不会在产后立刻孵化，并且可能待上数月才孵出稚虫。这一段不孵化时期称为治育期，目的是让蜻蜓以卵的形态度过寒冬。
稚虫的成长期一般都有8至15个龄期，是蜻蜓一生中最漫长的时间。水菜生活时期依种类的不同而异，短至2、3个月，长则7、8年才会蜕变为成虫。成虫的寿命一般只有5到10周。大部分停科蜻蜓都在傍晚后不久的晚上开始羽化，然后在黎明前做首次飞行。春蜓科、青科和豆娘则都在晨出时羽化。大尾青属种类在晚间羽化。羽化为成虫的实际过程是十分精彩的，通常在1小时内完成。不过，要将柔软的身躯和闪亮的柔软翅膀硬化，以及要蜕变成完全成熟的颜色，则可能要花上数小时。在这段时间中，它们不能移动，也缺乏坚硬的外壳保护，所以蜻蜓通常选择于黄昏至清晨的时间进行羽化，以减少被捕食的机会。蜻蜓的繁殖是最与众不同的，而这种繁殖方式的演化仍是一个谜。与其他昆虫一样，蜻蜓的生殖器官生长在腹部末端，第9腹节的腹面。在交配前，雄虫会将精子从生殖孔转送到位于第2及第3腹节腹面上第2性器官中，并将精子储存在那里。当雄虫抓住了愿意交合的雌虫时，交尾就会开始。雌虫大多在交尾后就立即产卵。产卵时，有些雌虫会由雄虫抓着其腹部后侧串联在一起进行，有些则是在没有雄虫抓着的情况下产卵。许多雄虫即使没有紧抓着雌虫，但在雌虫产卵时都会保护着它们，以防其他雄虫对该雌虫产生兴趣。有的蜻蜓会把卵放在植物内，称为内生产卵；有的则会把卵吊在潮湿的植物上或水面上。蜻蜓是一种飞行能力极强的昆虫，因此会出现随季风迁移的情况。一种情况是到达地区平时没有这种蜻蜓，在特别的季节会有少数出现，出现的时间短，而且不能繁殖后代，这种叫做迷停。比如在台湾的夏末秋初会出现的红脉蜻蜓、长尾蜻蜓和秋红蜻蜓。另外一种情况是随着季风大量迁移的蜻蜓，不仅数量大，而且迁移到达之后可以繁殖后代，这种叫做后停，就是类似候鸟一样。在台湾秋季暴增的薄翅蜻蜓和绿胸燕蜓就属于这一类。由于气候变化、工业开发等原因，原本适合蜻蜓生活的湿地、水田、池塘、天然河道等栖息地在全球都有减少的情况，加上农药化肥的广泛使用，致使蜻蜓的数量和品种在全球很多地区都有所下降。1997年，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制定了蜻蜓现状调查和保护行动计划。该提案建议在世界各地建立保护区，并对这些地区进行管理，为蜻蜓提供合适的栖息地。在这些地区之外，应鼓励改变林业、农业和工业实践，以加强保护。同时，需要对蜻蜓进行更多研究，应考虑污染控制，并教育公众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。希望更多的人关注蜻蜓，加入保护蜻蜓的队伍，让我们的后代依然可以看到这些美丽多彩的昆虫。感谢您看到节目最后，节目中有不对的地方，还请您留言指正。也希望您能订阅我的频道，期待与您在下一期节目再见。